列车到站后，站台上空无一人，然而看似平静的车站却隐藏着致命危机。就在众人乘电梯准备出站时，这才发现驻守在大田站的士兵全都变成了丧尸。丧尸士兵立刻朝着人群冲了过来，所有人都被吓出了手机里第4个表情包，慌忙向原路逃跑。东哥见状，赶紧抱起秀琴从电梯上转移。而另一边，争取到特殊通道的石宇也发现了异常，无数丧尸士兵瞬间从通道里冲了出来。石宇赶忙回头看向女儿小安，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，一只丧尸已经向小安扑了过去。关键时刻，东哥一个肘击干飞了丧尸，接着让秀琴带着小安赶快逃离这里。东哥和几个学生用棒球棍卡住车站大门，可石宇在逃跑时不幸被一个丧尸扑倒，眼看就要支撑不住，幸好一个流浪汉用衣服蒙住了丧尸的头，成功救了石宇一命。在东哥的大声催促下，石宇最后一刻总算是逃了出来。这次他没有选择独自离开，而是和东哥等人用力顶住大门。此时率先逃出来的人们慌忙跑到了站台上，列车员和学生小美组织大家赶快上车。可就在这时，车站2楼的玻璃窗突然碎裂，无数丧尸瞬间从天而降。2个大妈被突如其来的丧尸吓得两腿发软，情急之下，秀琴和小安扶起一个大妈向车尾逃跑，列车员和小美趁机救走了另一个大妈。眼看前后两边无路可逃，秀琴赶紧拉开身边的车门躲进去。可就在她准备关上车门时，一只大手突然伸了过来，原来是那个流浪汉。秀琴犹豫了片刻，还是把他救了上来。这时站台上的丧尸越聚越多，乘客老金让列车员赶快发车，但小美坚决不同意，因为她的朋友还在车站救治。其他幸存者全都沉默不语，列车员只好拿起对讲机告诉车长发车。此时车站这边，尽管东哥好不容易推上了门口，但玻璃大门却开始碎裂。几人见状立刻逃跑撤离，丧尸很快就冲破大门逃涌而出。2个学生刚跑到站台就被丧尸扑倒，小帅吓得瘫坐在了楼梯上。赶过来的石宇连忙拉起他开始逃跑。好在列车刚刚启动，石宇和小帅成功跳到了车上。可就在石宇准备拉东哥上来时，东哥突然向另一边跑去，他捡起地上的警棍和盾牌，大喊让石宇闪开。石宇差点被身后的丧尸扑倒，东哥抡起警棍干倒一个丧尸，接着用盾牌把另外2个丧尸推倒，最终被石宇成功拉到车上。3个人总算活了下来。列车急速向前行驶，秀琴刚想拿出手机给东哥打电话，可流浪汉却一把拦下了他。原来此时他们所处的位置，两边的车厢里都是丧尸，几人只好小心翼翼地向厕所转移，没想到还是被丧尸发现了。幸好秀琴反应及时，快速躲进了厕所里，但还是把其他丧尸都引过来。另一边，小帅联系上了女友小美，得知很多幸存者都在15号车厢。这时东哥也终于拨通了秀琴的手机，没想到接电话的居然是小安，他这才知道秀琴他们被困在了13号车厢的厕所里。成哥，听到电话里，东哥和石宇全都不淡定，可他们现在在9号车厢，至少要穿过3节装满丧尸的车厢才能救治。但为了心爱的女人和孩子，3个男人决定就算死也要杀过去。他们用衣物和胶带缠住手臂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东哥打头阵，石宇和小帅紧随其后，一场图示大战就此开始。东哥果然不是一般战士，赤手空拳直接干翻了冲上来的几个丧尸。石宇和小帅跟在后面补充输出，3人很快就移动到车厢中间，但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东哥只好用手死死顶住丧尸的进攻。石宇见状赶忙上前支援，2人合力推倒了挡在前面的尸群。接着东哥抓起一个丧尸直接抡到了车头，石宇趁机打开前面的车门，3人总算顺利通过了10号车厢。来到下节车厢后，小帅刚想动手，却发现里面都是他的同学。东哥见状一把推开他，直接冲了上去，各种重拳加暴击，上来一个干倒一个，转眼之间就解决掉了3、4个丧尸。石宇拿起盾牌在后方补刀，但少了一个人，战力明显不全。很快东哥和石宇就被丧尸压制，陷入了险境。就在小帅鼓起勇气准备出手时，火车突然开进隧道里，这让丧尸们立刻停止了攻击。他们这才发现原来丧尸有夜盲症，这时行李架上的网球意外掉落，立刻引起了丧尸的注意。聪明的石宇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，他用棒球棍敲击行李架，果然把丧尸都引过去。就在火车开出隧道的一瞬间，3人成功通过了第2节车厢。有了刚才的经验，石宇决定故技重施，趁火车再次开进隧道时，3人悄悄溜到了车厢中间。石宇把东哥的手机丢过去，接着利用手机铃声来了个声东击西，成功引开了堵在门口的丧尸。3人终于顺利到达了13号车厢。当厕所门被打开时，看着满头大汗的东哥，秀琴激动的说不出话。见到女儿小安完好无损，石宇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。火车很快又驶出了隧道，3个人赶紧躲进了对面的厕所。经过商议，他们决定一同去15号车厢和其他幸存者会合。收到男友小帅的短信，小美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车上的人，可老金听到后却坚决不同意放他们进入。가면 안 된 거 확실해? 가면 안 된 거 확실하냐고! 见老金反应如此强烈，小美苦苦哀求其他人，但车上的所有人此时都选择了沉默。火车终于再次驶入了隧道，几个人悄悄从厕所里走出来，
可车厢里的丧尸太多了，根本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。石宇灵机一动，带着众人爬到了行李架上。随后，他把一个背包丢到地上，成功引开了下面的丧尸。几人小心翼翼地从行李架上下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准备向下一节车厢转移时，走在最后的流浪汉突然一脚踩空摔了下来。石宇只好过去接他。可这时列车突然驶出去，众人连忙就地险些被丧尸发现。可有了光线后的丧尸开始在车厢里乱窜，看来这里不能久留。石宇用手势告诉流浪汉，数到3就一起冲过去。没想到意外还是发生了。